美国号称最先进的凤凰幽灵巡飞弹居然在使用了水泥块橡皮筋什么的，要真是看一看都不如我们中国小厂打地摊传出来的货。这真相确实有点令人吃惊。而美国最近硅谷银行出问题之后那是把美国一批军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军工企业坑得也够呛。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凤凰幽灵无人机一直是美国吹的是比较神秘的。他说从2022年7月份援助到现在都没有太多的消息，而且关于它的数据也不是很多。简单的一些数据来看说它这个飞机时速超过100公里，在空中的滞空时间能够达到6小时以上，那就意味着它的航程有600公里的航程，这可不得了这个你要算一算的话，打个6到7折吧，它至少有400公里的作战半径，那这个打击的灵活度可就太高了。不过最近俄军是击落了这凤凰幽灵巡飞弹，并且把它的残骸做了展示。你仔细看看那个残骸真的有好多地方让你没想到，这东西做的太糙了。首先说这个外观就很糙，然后就会发现它有些配重居然用的是水泥块。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航空器用一些水泥用一些重金属这些东西来做一些配重，这也不奇怪。问题是这个水泥块做的太粗糙了，这根本就不像这种制式化生产的产品还有一个，很多地方还用了橡皮筋，大号的橡皮筋来进行固定。你就比如说它的散热器就是用一个这种尼龙扎带把它给扎在那边，就怎么看这个做法怎么能做成这个样子呢？而且你再注意看一下你这个按说它的这种巡飞弹，它是给美国军队是批量供货的制式装备你看它的螺钉，它的紧固螺钉，它居然都没有用美国的军标要求的这个 W16的这种标准螺钉，真不知道美国的军工企业怎么现在就搞成这样。而且就这东西一架的造价还是16万美元这钱说是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那不是白给你，这有点国家贷款的性质。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东西大部分将来还是要从乌克兰来收回来的。这16万美元是真够黑的。这种东西要是给我们中国来做呢，大概成本也就是在5万人民币左右。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说说这个凤凰幽灵这个巡飞弹的这个厂家了它还生产了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产品，就是这个弹簧刀系列的巡飞弹，就是自杀无人机，包括弹簧刀的300、600，这是一个厂家生产的。是哪个厂呢？它是一个小企业，是美国的一个叫做美国航空环境公司生产的。这企业历史挺悠久，不大。1971年在加州注册的，后来呢慢慢他就没怎么生产东西，后来中间经营也不好，到了06年到了特拉华州又重新组建了。但是他在这个加州这边呢，还有一个设立了这么一个办事处和分公司这种性质的吧，主要是用来这个融资的。但是现在航空环境这公司的经营很不好。你看根据它的年报来看2023财年的前3季它的营业收入是3.54亿美元，这也不算太高但是它净亏了1569万美元，那比起去年的同期亏损扩大了37%，而且它现在呢每股的净收益是负的0.63，今年那比起去年那个财年又差了，去年的财年也是亏的大概是0.46。实际上这家企业我们想想，它还给陆军批量的供货，你像弹簧刀弹簧刀300、600，那都是给这个陆军的但就这个产品质量和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看来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小型的军工企业也不知道为什么像这种企业还能成为美国军方的定点采购企业。而且呢它在加州的这个融资这一部分它也是出问题的那个硅谷银行的客户。这硅谷银行一出问题，它倒是说它的作为企业资金还是有一定能保障的，而且美国也在救市嘛。可是问题是它这个融资这些渠道就大受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美国有些地方是很强大，这个是不假，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它的一些细节有些地方正在出现一步一步的衰退。